建立属灵界限，如何防止自己成为霸凌受害者？有人说，基督徒应该温柔忍让，别与人争斗。但这是否代表当我们在职场上被霸凌时，就只能默默忍受，不敢反击呢？杰美是一名敬虔的基督徒，她在一间外商公司工作。起初，她乐于助人，总是微笑回应同事的请求。渐渐的，她发现自己的善良被人利用，同事把自己的工作推给她说：“你人最好了，帮帮忙吧。”主管当众羞辱她说：“你这样做是基督徒该有的表现吗？”她开始怀疑，难道要当一个好基督徒，就只能当个职场受害者吗？杰美的困境也是许多信仰职场人会面对的挑战。我们该如何在爱中坚守界限，既不让人欺负，又不违背基督的信仰呢？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在职场中刚强站立，而不是成为烂好人或牺牲者。一、界限的圣经基础。为何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？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箴言4章23节。界限这个词在职场心理学中非常重要，但其实圣经早就教导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，因为这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方向。什么是界限？界限就像是一座围栏，让我们知道哪些责任是属于自己的，哪些不是。没有界限的人会不断承担别人的负担，最终身心俱疲。太过于柔顺，无法拒绝的人，最容易成为职场霸凌的目标。如何在职场中保守自己的心呢？辨识出那些让你感到压力、不舒服的行为。为什么我会觉得被利用？学会说，这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，而不觉得内疚。知道自己的价值，不让他人来定义你的能力与尊严。基督徒的爱并不代表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牺牲品，而是要在神的智慧中学会保护自己。2、耶稣如何在爱中坚守界限，不被操控呢？次日早晨，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，遇见了就对他说：“众人都找你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”马可福音1章35到38节。这段经文是一个经典的例子，耶稣如何在爱与界限之间取得平衡。什么情境？耶稣刚刚行了神迹，群众迫切地想找到他，门徒也认为耶稣应该继续为这些人服务，但耶稣并没有因为别人的期待而被绑住行动，而是选择去邻近的乡村传道。耶稣给我们的榜样，他清楚自己的使命，不被别人的需求操控。他刻意腾出时间独处，来与天父对话，确保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他没有对所有人说是，
而是根据神的计划行动。你是否常被职场上的期待与要求捆绑，而忘记了自己的界限？例如，这件事本来不是我的工作，但我不好意思拒绝。如果我不答应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冷漠？主管交办的工作太多，我该怎么办？学习像耶稣一样有智慧地选择该做的事情，而不是被人控制。3. 如何以爱心说诚实话，不让自己被人情绪勒索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以弗所书4章15节，在职场上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拒绝，而是担心说出口后会伤害别人的感受。常见的职场情境： 1. 同事，你可以帮我加班一下吗？你人那么好。2. 主管，这份报告你下班后帮我完成吧。3. 团队，大家都说好，你不配合就是害群之马。这些话语往往让人产生内疚感，但内疚感不应该成为我们被操控的理由。如何以爱心说诚实话呢？ 1. 表达你的理解，但不委屈自己。我理解你的状况，但这件事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。2. 保持简洁，避免过度解释。抱歉，这部分我没办法帮忙。3. 提供替代方案，你可以找某某同事帮忙，或者看看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。我们可以用温和的态度坚定自己的界限，这并不是拒绝爱，而是活出智慧的爱。结语：属灵界限帮助我们成为刚强而自由的基督徒。基督徒的信仰不代表忍气吞声，而是要学会在爱中坚持自己的界限，不让自己成为霸凌的受害者。职场上的挑战无可避免，但你可以用神的智慧学会保护自己，活出刚强又自由的信仰。